今天在河内的老城周边走一走。河内是一座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都比较多，尤其是老城区这一带。古街上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小餐馆，找了一家吃个中午饭，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小餐馆。这是当地的，这算是烤肉米线吗？这些东西都是分开放的，馅还是蔬菜、鸡蛋、香菜。河内有特别多的美食，我也是看到什么就尝一下。因为价格也都不贵，所以看到就尝一下，也不问价，感觉也就10来块钱。这个烤肉米线还是非常好吃的，直接用菜叶的卷烤肉也好吃。点2个春卷，越南春卷。再尝一尝他们家的越南春卷。通过这2天的体验，我还挺喜欢越南小吃的，而且是物美价廉。这次来越南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外国游客太多了，自由开放、物美价廉，应该是吸引他们的原因吧。这边叫36古街，有很多的店铺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很多都是越南产的，物美价廉。现在来越南投资的外国厂商特别多。古街的旁边就是环建湖，这里也是河内的热点景区。环湖一圈基本都算是步行街，非常热闹。环建湖的景色也非常秀丽。我们沿着湖边先走一走。今天是新年的第1天，看看这里有没有节日气氛。湖边有很多的咖啡馆，在这里休闲聊天的人真不少，有很多有特色的建筑。更多的人就是坐在湖边或者湖边的长椅上，很多人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在湖边拍照，还有自发组织的乐队。这个环建湖算是河内的第1风景区，凡是来河内的都会在湖边环湖走一走。湖边有不少的名胜古迹，这个是湖中心的龟岛和龟塔。环建湖这个名字还有不少的传说呢。这是一个水木偶剧院，湖边的水木偶剧场。据说这个木偶演出非常有意思，可惜时间没赶上。街头卖的年画。离环建湖不远有一个大教堂，过去看一看。教堂周围也都是咖啡馆。这个就是著名的河内大教堂，建于1886年，据说是仿造法国的巴黎圣母院。这是河内最古老的教堂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法式建筑。进里面参观一下，正巧赶上里面正在举办一场婚礼。这种大教堂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，举办的婚礼也是对外开放的。这应该是新娘和新郎吧？这么多老外，好多人也加入了婚礼的队伍。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祝福这对新人。其实这种婚礼很有仪式感。这个河内大教堂也是来河内的必打卡之地。周围的建筑里几乎都是咖啡馆，满街都是小板凳。离开大教堂，来到了河内另一个知名景点河内文庙。这里是需要买票的，大概20人民币。说起文庙，作为中国人都应该知道，就是孔庙了。这里也是越南的国子监。这个河内的文庙建于1070年，
距今也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，里面的面积非常大，有好几层院落。据说当时参照了曲阜孔庙的规模来建造的。不过我感觉有一些建筑有点柬埔寨的风格。这个院落里还有一个大水池，旁边有很多的进士碑，大石龟驮着的进士碑。这是第2重院落吧，有一点东南亚特有的风格。放里进入到下一个院落，空间非常大。这个河内文庙名气非常大，据说来河内访问的亚洲领导人几乎都来这里参观。现在来这里参观的外国游客也非常多。这个是大拜堂，上面写着万世师表，还是康熙御题。确实没想到这个河内的文庙吸引了这么多的外国人。屏幕的好光啊！而且导游给这些游客讲解的非常细。确实越南的文化和中国有非常多的关联，在很多历史年代里，越南也确实属于中国的范畴。这是孔子留着胡子的雕像。这个文庙当时也是作为越南的国子监，算是一所大学了，国学堂，所以才有好几重院落，很多间房子。很多建筑里现在也有很多的展览，这些外国游客也看得津津有味。这是进入到下一个院落了。这边2个角落还有钟楼和鼓楼，后面这个大建筑里还供奉着很多先贤吧，感觉可参观的内容比国内的文庙孔庙都要多。这个建筑还可以上楼，上面都是汉字中文，真的以为是在国内旅游呢。大殿顶层还有一个露台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这是另一侧的钟楼，确实没想到这个河内的文庙有这么多内容。越南的一个城市特点就是摩托车太多了，就是噪音大，其实还蛮有秩序的。继续往前，这一片环境非常美，也有特别多的景点，有皇城，有独柱寺。右边这是最大的。首先来到的是巴亭广场，这个广场也是河内的中心。这是河内的巴亭广场，有点像北京天安门广场。然后这里面进入这里面还比较严格，需要到旁边那个地方安检。然后我这个背了一个无人机，因为随身带的，还不让我骑。背这个无人机是不让进的，门口也有钱的，所以在这地方拍。这个幕，这里面应该还有几个啊，包括胡志明的故居。这广场还挺漂亮的，全都是大草坪。现在已经日落了，围着广场转了半圈，最后也没有进去，因为包里有无人机是不能进去的。这个建筑是以前的总统府吧，现在也是政府办公机构。这一片环境都非常干净，街心公园有人在踢球。真武观应该是个。巴亭广场的旁边就是西湖，它这边也有个西湖，还不小呢。这个湖比环县湖要大很多，也很知名。不过河内的污染还是有点严重，空气一直不通透。在湖边散步的老外很多，俨然越南的现在几个城市都成了国际旅游热点城市了。西湖也是比较浪漫的地方，湖的四周非常多的咖啡馆。
当然，这里的环境卫生还是稍差一点，有不少的蚊虫。河内的各个地方到处都摆着小板凳，都是摆摊做小生意的当地人。湖边有一个漂亮的寺庙，叫镇国寺。现在傍晚时分，倒影很漂亮，还有很多老外在这里拍照呢。晚上这里可能关门了。飞无人机的，但是我的无人机飞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禁飞。这西湖的对面也是一个湖，这条街把这个大湖一分为二了。道路这边的湖叫竹湖，感觉这里更热闹，也更漂亮。这边的湖好看，还有船呢。转了一圈，又打车回到了老城这边。老城这边的夜市非常热闹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游客非常多。吃了点小吃，准备到环建湖看一看那里的夜景。这人多的哟，都交通堵塞了。再次来到了环建湖边，从湖的另一侧再走一走。没想到这里的夜景还挺美的。湖上有一个玉山祠，被灯光打得美轮美奂。有一座漂亮的桥连接着玉山祠。这里不愧是河内的第一休闲景点，景色又漂亮，周围又热闹。这里面就是玉山祠，旁边还有一个笔塔。当地的人都在湖边的广场上摆摊儿、休息、聊天，非常的悠闲自在。虽然感觉有一点脏乱差，但很有生活气息。有点我们80、90年代的样子，到处都坐满了人。这也许是很多外国旅游者喜欢的原因之一吧。传统、落后、自由、开放、悠闲、浪漫，各种元素集于一身，这就是现在的河内。